师兄，今天果然是准时先生，一分不差。这师兄我也就这么一个优点了。哎，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吗？啊，不用了，咱们直接回去吧。啊，那也行，咱们直接回去吃晚饭。唐教授和李果姐特意要给你接风洗尘呢。你管师娘叫姐，你考虑过唐教授的感受？是李果姐让我这么叫的。也是啊，她这个年龄只能当你姐姐。那也是你姐姐。走吧。我到这儿2年了，都没去过警察局，更没去过帕棚。你到这儿第1天就1日游了。我知道你是羡慕我，一点都不。哎，我也真是服了自己。你就应该直接通知我去机场接你，这样就不会那么麻烦了。不过，恋爱嘛，本来就麻烦。也不是，是我这个人天生就麻烦。师兄弟们都传说你是柯南体质，现在看来真是到哪儿死人。这到泰国了还这么灵。对不起，我开玩笑。我知道，要不然你也不会和我一起合租了。就是，能把我克死，算你真本事。哎，师兄，你来这边还习惯吗？啊，蛮习惯的。这边相比国内相对悠闲得多。那专业上还顺利吗？啊，还行，适应中。走吧。哎，师兄，我们就住这儿啊？啊，对，就这栋。这房子也太漂亮了吧！房东吉拉宇先生是位水粉画家，品味当然错不了。哦，对了，他专门画昆虫。这么巧啊？嗨。他平时就这样，哎，独来独往的，不太搭理人。哦，那他晚上怕吵，住1楼，咱们住2楼。这你的房间，那是我的，都足够大。那你整理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然后咱们就去导师家赴宴了。好，那我收拾好我们就出发。不着急啊。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人物关系吗？我怕我说错话了，给你丢人啊。怎么会呢？搞我们专业的人都很单纯的。那我也得知道谁是谁的谁呀。也是哈。唐教授呢，原来是我们所里的，现在来泰国研究昆虫细胞工程。李果姐是他的夫人，唐教授也是小雨师兄的导师。哦，我知道了。那遗像里的那个人是谁啊？是我们昆虫所的宋教授，森林保护学专业，昆虫细胞工程方向的。他是唐教授的导师，同时也是小雨师兄最早的导师。所以，唐教授本来是小雨师兄的师兄，后来变成了他的导师。没错。那宋教授好像没怎么听你提起过呀。
宋教授7年前牺牲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呢。牺牲？野采的时候遇到了胡风群，他为了保护唐教授还有其他学生，以身饲虎佛。原来是救命恩人。最近怎么样，小远？忙吗？哦，挺好的。最近团队要配合国立科学院搞个联合发布会，准备把过去10年时间在泰国地区发现的68种新蚂蚁正式发布一下。我一直在忙这个。你的专业，童子功是搞鳞翅目的，半路去搞什么膜翅目，我总觉得挺可惜的。无生而有涯，而知无涯，挺好的。哎，这不是咱们山江的酒吗？对，今天咱们就喝这个诗仙太白。我就带了一瓶儿，平时都舍不得喝的。年轻的时候，总喝这个酒，当时没条件。现在条件好了，其他酒又喝不习惯了。小雨，哎，你看从喝酒就能看出来我是一个练就的人吧？回来吧，咱们之间配合多默契啊！不行的呀，我喝不了酒的，您知道的。好，咱们实验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谢谢你。唐大厨，食材都备好了，该你闪亮登场了。得嘞。小野，再好好想想呗。别着急回答我，啊。来了来了。东南亚地区是全球生物性的热点地区之一。热点的意思就是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说瓢虫。瓢虫你应该知道吧，金玲？啊，我知道是益虫。也不全都是。那你怎么不早说？对不起，我给忘了。别让你了。上世纪的60年代，泰国的瓢虫科仅有10种的分类记录。到了世纪之交，也就是2000年左右，瓢虫分科类的记录已经达到了75种，现在肯定是更多呀。那跟我们女生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亲？行，那我说一点你们女生感兴趣的。蝴蝶，女生应该喜欢吧，金玲？泰国的东部，沙角府地区有一片热带雨林，在里边有一个庞什坦自然保护区，生息着400多种的蝴蝶，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保护遗产。19年，咱们云南的西双版纳还有普洱发现了2属7种从未载入过国内文献专著的蝴蝶。这2属7种蝴蝶，这个保护区全有的呀。总之，泰国是个好地方。是啊，泰国是个好地方。来，让我们为泰国干杯！好，冲掉！冲掉就是干杯的意思。哦。是这样，金玲。唐教授是研究昆虫细胞工程的。昆虫细胞系建立的越多，研究成果就会越细致、越深入。而昆虫各个分类，发现的越多，昆虫细胞系建立的就可能会越多。简单说就是，昆虫种类越多越丰富，唐教授越高兴。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才明白刚才唐教授说的意思。谢谢你啊，师兄，我敬你。
刚才说的没说明白，我可不能让唐教授说了半天白说。小雨，回来吧，继续跟我搞临床部的研究，这需要你。你现在这样，宋教授底下有知，会怨我的。我敬您，唐教授。先离过去。你刚才没喝酒，怎么还吐了？是不舒服啊？啊，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师兄，听说你去搞魔赤木了，不跟唐教授了？啊，那确实跨度还挺大的，又要从头来过，太可惜了吧？不存在，换个方向一样探索世界，挺好的。进来坐吧，就是有点乱。你们平时都不锁门啊？是，这样我俩拿什么东西都方便。房东又几乎天天在家。男生跟男生住在一起确实安全。哇，师兄，你这宿舍比景天的还夸张啊！师兄是我的2.0版。这么多蚂蚁，为什么不放在实验室呢？放在家里，万一跑了怎么办啊？就是怕他们跑了，才放在家里，睡觉都得看着他们。哦，对了，我给景天买了2套寝具，顺便给你带了2套，希望你喜欢。哎，谢谢。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知道你们都是只会照顾虫子，不会照顾自己。哎，师兄，你这是要开蚂蚁界的社团大会啊？这么多蚂蚁，要是密孔看了，会不会直接昏倒啊？怎么会呢？这些可都是珍稀品种。哎，这个你还记得吧？这我当然认识啊，子弹蚁、化成灰我都认识。这个是红火蚁，这个是多毛牛蚁，这个是马塔贝勒蚁，这些可都是蚂蚁界的狠角色啊。这个是红天鹅绒蚁，这也太漂亮了。这也是蚂蚁，这么大。其实准确的说，它不是蚂蚁，它是无翅黄蜂的一种，并且毒性非常强。来看这个吧，马里科帕须蚁，这个毒性太强了。We had an agreement. You cannot drive us out as you like. You need to inform us at least 3 months before, otherwise I can sue you. 3 months. In 3 months, I'll be tortured to death by you stupid ants. Before that happened, take your ants and yourself out of my house. Immediately. I will find a lawyer and sue you if you keep making trouble out of nothing. Call him. Go ahead. But I remind you, this is my house. If I want you to move out, guess what? You get out. If you want to stay, that's fine. But you need to get rid of your stupid ants. No, no way. Neither I nor these ants will move. 喂，师兄，他怎么突然这样？
Why do you suddenly force us to move? I'm not forcing you. I'm forcing him. So you don't want to move out.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Fine. I'll do it. For you. Don't you touch it! Don't you dare touch my hands! I'm warning you! Several of these things could kill you! 冷静，冷静一点。Miss Jirayu,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Let me talk to him, okay? Have you heard what he said? Huh? I'll get my lawyer too. And let's just sue each other. Oh wait, I got a bad idea. How about just call the cop? Huh? No, Mr. Jirayu, you don't do this. We don't have to be like this. If please come here, it will be a trouble of you hesitating. Hey, look at me. Do I look like I care? You and you, out! Okay. Give us a little time, okay? Please. I can give you some time. But in the end, you and your stupid ends gotta move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对不起啊，景天，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师兄，偶尔喊一喊、发发脾气，其实也挺好的。Hello. What now? Hello. 刚才对不起啊。Nah, it's not your fault. 您之前知道师兄房间里养着蚂蚁吗？ Yeah. He told me when he moved in. Why asking? 刚才您说这些蚂蚁快要把你折磨死了，怎么回事啊？要不然我们进去说。Listen. You don't know how bad his room smelled. Okay? It's gross. It's really gross.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can handle it, but I just can't. When I go out,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y are jokes on me about smell.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ants just clumping in my room. Some even in my bed. I don't think I can take it anymore. 我懂了，所以我是替师兄过来跟您道歉的。他最近情绪不好，我相信你也能看出来，刚才的他和之前的他不一样，对吗？至于苦楝油，它是用来驱虫的，我们搞昆虫学专业的要经常用它。如果不用苦楝油的话，搞不好会爬上来更多蚂蚁的。不过苦楝油的味道确实不好闻，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您。这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香水，是我一个好朋友自己研发的，不是什么大牌，但它的味道很独特，和苦楝油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可以散发出橙子的香气。你可以试试。For me? 要不然我给您试试。Wait. Thanks, but no thanks. 那我给您试试。闻到了吗？ Well, actually, it's not bad. So, is this for me? Yeah. Thanks. 吉拉宇先生，我听师兄说您是专门画昆虫的画家。哎，那您应该也很喜欢昆虫才对啊。I do like insects, but I'm not really enjoy that clumping in my bed.
那个警长推荐的。你刚来这儿没多久，就比我这个在这儿待了1年多的人更了解这儿了。连警察局红灯区你都去过了。你是工作太投入，我呢，我是自带麻烦体质。师兄，你有催吐史了。啊，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其实，我也一直在吃帕洛奇丁，估计也快吃右佐皮克隆了吧。啊，挺好，说明我们都是成年人。师兄，其实你可以多听听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我经常听。我是不希望你一直这样下去。我也知道，你自己更不希望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景天，你知道我之前跟宋教授的研究方向对吧？昆虫杆状病毒重组啊。之前杆状病毒在鳞翅目昆虫之间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滞后性。根据杆状病毒重组原理制造出来的生物杀虫剂，在杀死害虫之前，害虫就已经伤害农作物了。但是根据宋教授的发现制造的生物杀虫剂，可以完成在鳞翅目之间的快速复制，而且不会伤害哺乳动物，既有效又安全。你们的成果都已经这么棒了，可是对，可是这样下去的话，全世界的蝴蝶，就各式各样美丽的蝴蝶，我们就都再也看不见了。景天，我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我们还是好好欣赏这夕阳吧。你看，多漂亮！没想到小雨病到这个程度。我挺理解小雨的。科学研究很多时候就是在走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并且是越走越远，越孤苦，越不足与外人道。这么长时间，是我们忽略了他，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李国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来找你和唐教授，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以我的境界，还没有办法和师兄对话。关于杆状细胞重组的这方面，我也完全是个外行。两码事。这个你不需要懂。是啊，你来出去多转转，放松放松，就已经很好了。我是想，要不然我们劝劝师兄先回国，找个好一点的心理医生帮他疏通一下，这样调整调整。回国倒是好办法，要不你找他导师聊聊，打个招呼。打招呼倒是挺容易的，没问题。但我想小雨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一定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现在状态吧？我们这样替他做主，会不会反倒是……嗨，小雨现在回去，估计我和你李国姐就是妥妥的恶人了。我明白，唐教授，还是您想的周到。也许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你小子，碰到问题和困难，不找我和李国姐，找谁说去啊？是啊，在这儿，异国他乡啊，照顾好你俩，就是我俩的责任。那
那师兄的隐私，我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起保密。当然了，那其实小雨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只是这孩子太倔了。婷婷，你放心，我们保证。看到你们师兄弟感情那么深，我挺高兴的，比我们那时候强。今天、明天正好是宋教授的忌日，我们约上小雨，一起去灵明寺，为宋教授办一个小小的追思会。果果，明天找机会，我会找小雨好好聊一聊的。好，那我们去之前可以去附近那家泰式双赢菜吃午餐，你叫任经理一块儿，咱们好好聚聚，好，放松放松。你俩有什么忌口的吗？没有。哎，师兄来了。哇，师兄今天好帅啊！还真是。加一点吧。小雨，师兄这儿。小心！师兄，小雨。师兄弟们都传说你是柯南体质，现在看来真是到哪儿死人。这都到泰国了还这么灵，能把我克死才算你真本事。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恒记兄弟今天的辛苦工作。现在，吉拉鱼死亡案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景天，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些蚂蚁，它叫马里克帕须蚁。现在呢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毒的昆虫，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除了实验用，其他地方不常见。但就是这种平时很少见的蚂蚁，在吉拉宇的房间里，居然一下子发现了10来只，是不是很蹊跷？同时，我们把找到的那些马里科帕须蚁全都送到了局生物信息实验室。根据比对马里科帕须蚁体内乙酸毒素的氨基酸、肽、蛋白质等这些物质的分子排列方式，和死者血液里毒素的情况相似度为96.9%。当然，光靠这些还不能完全说明吉拉宇就是被马里科帕须蚁这种昆虫给毒死的。根据景天提供的实验资料，一只马里科帕须蚁连续蛰刺12下，就可以干掉一只2公斤重的动物。你们没有听错，马里科帕须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连续蛰刺。折算下来，吉拉宇这样的正常成年人，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上百只蚂蚁同时持续攻击一小段时间才会死掉。这个数目可以包括过程中被吉拉宇反抗挣扎而弄死的蚂蚁。第一个问题，假如吉拉宇真的是被这么多马里科帕须蚁毒死的，这些马里科帕须蚁是哪来的？确实啊，蚂蚁是来的，为什么不进房间呢？确实蚂蚁进来，为什么？是小雨师兄那里的。天。这些蚂蚁应该是吉拉宇先生另外的一位租户，也就是我的师兄刘小雨先生房间里试验用蚂蚁，极有可能吉拉宇先生就是被这些马里科帕须蚁所攻击的。这位刘先生的房间里的实验蚂蚁，光马里科帕须蚁就至少有上千只，少个180-80只还真看不出来。是。OK， 既然可以确定吉拉宇先生是受同一所房子里马里科帕须蚁的攻击而死亡，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请问这次攻击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蓄意为之的呢？肯定也有人注意到了，既然是至少上百只马里科帕须蚁攻击了吉拉宇先生，那为什么恒记兄弟们在现场只发现了10来只蚂蚁尸体，其他的蚂蚁去哪儿了呢？那你这怎么发现？真是新鲜。看你们的表情，一定以为我被下降头了。天，图片上的这种蜥蜴，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蜥蜴。这个蜥蜴是咱们的一位刑警兄弟。当时在搜查吉拉宇家的时候，在吉拉宇的床下的一个角落发现的。天，这种蜥蜴叫德克萨斯角蜥，主要也是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这种蜥蜴受到攻击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身体胀大，然后从眼睛里喷出血来。你看那么恐怖，真的没关系的。这种角蜥性格非常温顺，一般不会攻击人类，并且也没有毒。这只蜥蜴要是有毒，抓它的那位兄弟可能早就挂了。OK， 大家注意到了吗？天刚才说了，这种蜥蜴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从吉拉宇家的现场陈设来看，这只角蜥应该不是他养的宠物。那么这只角蜥，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吉拉宇的房间呢？天，为什么跑过去了一点？我在论坛上请教了一位当地的昆虫学家，原来这种德克萨斯角蜥是马里科帕须蚁的天敌，它专门吃马里科帕须蚁。也就是说，这些攻击吉拉宇的马里科帕须蚁，要么是飞走了，因为现在正是蚂蚁婚飞的时间，要么就是被这只德克萨斯角蜥给吃掉了。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想想看，
为什么这两种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彼此有着食物链关系的生物，会同时出现在吉拉语的房间里呢？难道他们约好了集体搬迁吗？就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太巧了。所以，根据吉拉语面色紫干、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包括现场发现的吉拉语尸体挣扎的状态，结合法医伦威解剖得出的中毒死因，以及生物实验室对马里科帕须乙的乙酸与死者体内毒素的比对，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吉拉语就是因为受到了马里科帕须乙的攻击而被毒死的，并且由于这个小家伙在现场的出现，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吉拉语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人为设计的。也就是说，吉拉语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用马里科帕须乙谋杀而死的。谋杀是这样。这是什么手法？我明白了，就是说凶手是趁吉拉语夜里熟睡，用大量的马里科帕须乙攻击了他，然后再用德克萨斯角蜥去打扫战场。Bingo。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德克萨斯角蜥的存在会让马里科帕须乙感到兴奋和烦躁，会不断的释放信息素，这反而会让更多的马里科帕须乙赶到现场。也就是说，德克萨斯角蜥和马里科帕须乙应该是同时出现在现场，甚至德克萨斯角蜥更早出现在现场。说的有道理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就算打破了脑袋，也没有办法找出吉拉语的死亡原因。如果没有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发现吉拉语是被人谋杀的，对吗？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那还等什么？还不给我鼓掌！非常好。警长，你就那么相信那个景天？不是，你还在怀疑是他杀的人啊？万一呢？无论从作案手段看，还是从作案时间看，这两个中国人都最有可能，可能是天杀的，也可能是流杀的，也可能是合谋。那动机呢？仇杀？还是情杀？见财起意？吉拉语房间的财物都保存完好，应该不是见财起意。留来泰国2年了，一直租住在吉拉语的屋子里，在租住的这期间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要杀吉拉语呢？这个景天刚到这里住了1个晚上，他为什么就要杀吉拉语呢？所以要审问他们呀。你是不是忘了，刘刚出车祸已经死了，而且景天也准备跳楼自杀。幸亏精灵他通知我，及时找到了他。那也可能是这2个人杀了人之后，又分别畏罪自杀了呢。万一呢？你不是总说万一吗？要不这样吧，你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景天，但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景天。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我们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好啊，你说吧，讲证据啊，你想怎么着？首先，那瓶香水我要拿去化验一下，万一它的气味可以把马里科帕须乙给吸引过来呢？没问题啊。天和刘的房间都要搜查，个人物品也要仔细检查。可以啊。我还要提审他。那不行。谭景天在学校刚刚登记注册，一旦有了被警察讯问的记录，他就会很麻烦。刚才你也看到了，谭景天对刘小雨
用蚂蚁杀人这个结果明显难以接受，对吗？对。ออกมาเดินไป。怎么了？有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你说。昨天师兄他和吉拉鱼吵过一架。啊？吵得凶吗？嗯。但我觉得，师兄不会因为吵过一架就去杀人吧？ 现在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觉得，而是警察怎么觉得，并且你有义务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景天，对不起，我相信你，但是这个情况你必须要让警察掌握。你说，你听到刘小雨明确警告吉拉雨，用几只蚂蚁就能取他的命？ 但我觉得师兄他并不是有意的。其实，吉拉鱼走了之后，师兄还挺后悔的，而且师兄跟我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变成什么样？他没关系，得自己人，啊。 其实，在我心里，师兄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开朗、很阳光、很简单的人。这次我再见到他，虽然还是感觉到他很阳光，但是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千万不要让他父母知道。我向你保证，啊，保证。嗯。师兄。 他现在有催吐的情况，他的左手有一条明显的疤痕。催吐？催吐？不是，催吐是什么？催吐就是用手指按压舌根，促使自己把吃的东西吐出去。如果长期催吐的话，手指和手背会留下与牙齿摩擦造成的疤痕。师兄，你在这边还习惯吗？啊，蛮习惯的。 这边相比国内相对悠闲得多。那专业上还顺利吗？还行，适应中。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会不会是在减肥啊？ 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而且，他也一直在服用右佐皮克罗。这么严重？难怪我在他的房间看到了很多即时贴。什么意思啊？长期服用右佐比克隆会有健忘的情况。那他以前不这样吗？之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接触挺多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美丽富饶的泰国，反倒是抑郁了。 哎，真的是意难平啊！是啊，哎，但我觉得哈，虽然师兄跟吉拉鱼吵过一架，但是如果说师兄他是自杀的话，那我还是可以相信的。但如果说他去杀人，那我觉得我很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杀吉拉鱼？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激情杀人，抑郁症的病人。 是不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傲慢与偏见，抑郁症患者都在跟自己做斗争。如果能够随随便便杀人的话，就不会抑郁了。我不喜欢你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用马里科帕须乙和德克萨斯角蜥这个组合来杀人，这很明显是精心设计的。 不可能是什么激情杀人，那也不一定。
刘小雨的专业就是研究蚂蚁，他用蚂蚁就像我们用刀用枪一样简单，而且更隐蔽。搞不好他就是一冲动杀了吉拉鱼，然后更加抑郁了。所以他在第2天选择了撞车自杀。我说错什么了吗？李果姐，你没进去啊？眼泪快哭干了，出来透透气。李果姐，我们准备回国几天？明天的飞机。明天？临时决定的吗？大德的一个农药专利下来了，跟国内的一家跨国的农药公司的合作也谈成了，要回去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好事儿啊！祝贺你和唐教授，你们那么重视，一定是个大项目吧？算吧，投资很大。恭喜恭喜！我就说你和唐教授是郎才女貌。唐教授好棒啊！果姐，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并不高兴？是。是因为小雨师兄吧？按理说我应该高兴。这个项目是宋教授的遗愿，也有小雨的心血在里面。大德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告成了。但小雨来泰国后，反倒因为这个项目彻底离开了大德，情愿去考一个什么全新的、毫无个人基础的方向。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因此很不开心。我就在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小雨会有这么重的心结？我一直很想找他聊聊，但现在也没机会。他就那么不开心的走了，还居然是在异国他乡走的。小雨曾经是我的师弟，后来又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一起亲密相处了很多年。他突然的意外，让我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在我的心中，小雨一直是一个坚强、乐天达观的人。所以我和小雨的父母商量之后，我们不打算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搞追悼会，大家坐在一起。虽然还做不到庄子的骨盆儿歌，但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拿出一点时间来，共同追忆一下曾经和小雨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让小雨的笑容、小雨的风采、小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一切，在我们的心里留存更久一点，更久一点。